来到河北的保定啊，一定要尝一尝保定料理。那啥是保定料理呢？就是驴火。哎，那啥是驴火呢？就是驴肉火烧。全国做驴肉好吃的地方有很多，那保定绝对属于第一梯队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啊，没有一头驴能活着离开保定。如果有也只有以下2种。哪2种？大家猜一下一个就是犟驴，那还有一个就是倔驴。你还笑，说的就是你。来尝尝这家也是个老店啊，这个驴肉火烧在当地它是一个早餐，这会儿还排队呢。可以点吗？我要一个肥瘦，一个板肠肉，再来一个焖子肉，3个火烧，然后一个馄饨。馄饨是啥馅儿的？猪肉韭菜的。西瓜，啥口味都有。够了吗？哎，可以。再给你切点馒头吧。来8碗。一个焖子。来1半啊。都给我吧，放盘里好。这是9块，一个小米一个。焖子8块1碗。焖子8块钱1碗。这焖子是驴汤和这个肉汤做的，肉汤淀粉，红薯淀粉是吧？对。3个火烧，1碗馄饨，有干有汤，哎呀，太丰盛了！这还不算完还要打小菜。泡的小辣椒这是解腻的吃驴肉火烧必备。再来点小咸菜，还有这个炸的辣椒，这也是保定的特色。这个是驴肉焖子，还有一盘的驴杂，2小菜，配个馄饨。哇，这个清汤馄饨不错。他家这个特色就是馄饨。一般在当地吃这个驴肉火烧都要配点汤，比如说是馄饨鸡蛋汤豆腐汤或者是免费的这小米或者是参子汤，猪肉韭菜馅的。哇，好吃，肉量非常的多特别的饱满。你看这个头感觉跟个饺子似的。这个是肥瘦的，就是有肥有瘦。这个呢是板肠和肉，这个是焖子和肉3个特色。先吃这个肥瘦的
你看我一拿出来这个保定的驴肉火烧，那很多朋友就会说，哎，这个河间的驴肉火烧也很有名。那它俩其实不一样，你看人家这个是圆的，而且比较小的这种火烧。那河间啊，它是那种长条的，而且河间的这个驴肉火烧，它里头这个肉啊是偏凉，就切成片的是凉肉。这个呢，它是温热的。还有就是人家那个火烧是一层一层叠，它起那个酥皮儿，这个就没有啊。你看这个感觉，哎，有点像这个西安的这个肉夹馍，但是肉夹馍个头这么大，这个是缩小的。你别看这么小，我跟你说，那一般人啊吃2、3个就够了。为啥呢？因为前2天我刚来保定的时候啊，就馋这个驴肉火烧，我一看这个头这么小是吧？啊，来5个，来5个啊，又要了这什么粥啊，还有一盘肉啥的，结果给我吃油蒙了，好家伙太油了！为啥油？你看啊，挤一下，你看这个油往下滴，这最多来3个就行了。太香了，满满的这种驴肉香味。我跟你说，它这个驴肉的做法就特别的像陕西这个腊汁肉夹馍那个腊汁肉。你看这个颜色，就是清卤出来的，没有加什么酱油啊那种浓油赤酱的颜色，吃的就是肉的这种本身香味，还有调料的香味。哎呀，我现在都上回把我吃怕了，我就把这油再挤一挤，真的容易吃油蒙了。你看这油啪啪啪往下滴。它这个火烧里头加了一点驴油，所以吃起来啊有点脆脆的那种油酥的感觉，太香了。要亲命，吃啥还得来本地啊，在外地吃那个保定驴肉火烧，那完全不是这个味儿。他家这个驴肉，我觉得咸淡正合适。那有的家做的就非常的咸，那当地这个口味也是非常重的，咸淡合适啊。你看，咱就可以就点小咸菜。满嘴流油啊！如果你觉得这个肉非常的腻啊，哎，当地人家还有这么吃的，浇点醋，醋泡小咸菜儿。酸爽解腻。再尝这个板肠肉，这个板肠肉啊口感就不一样了，这板肠增加了这种脆韧的感觉，然后这个焖子呢就是滑爽的感觉，所以各有各的口味口感。吃这个驴肉火烧就给你一种满满的这种幸福感、满足感，一口下去啊，哎，就容易油蒙啊。小辣椒绝配。来这吃驴肉火烧一定要就蒜吃，哎呀，这个就上蒜啊，感觉比吃面条都过瘾。好吃。如果这个板肠你吃的不过瘾，哎，就加这么一份啊，土豪吃法啊，这个就是板肠。哇，这个板肠非常香。你看这个就能看出来啊，它是又有肥肉的这种感觉，然后又有韧性。驴心、驴肝、心管，这还有筋儿，尝这个驴心啊。你看它这些杂啊，卤的都非常的入味儿。这驴肉驴杂不便宜啊，都是100多一斤。驴肉驴杂虽然贵啊，但是焖子便宜，这么大一份呢是8块钱。这是驴汤加了这些红薯淀粉做出来的，就吃起来啊也有驴肉味啊。关键这个口感黏黏糯糯的。为啥这当地人啊都爱吃这个焖子夹肉的？焖子夹肉就比较便宜，而且呢它很顺滑，吃起来这种绵绵的。咱赶紧尝尝，这还剩了一个焖子夹肉，这就是一半焖子一半肉。所以说啊，在当地吃驴火也是丰俭由人，甚至你光可以加焖子，那更便宜。确实是，这口感啊更软。那很多朋友就质疑说，这个保定哪来那么多驴呢？哎，其实啊，人家保定还真有，但是不多。
那以前的时候，这个保定用的是太行驴，你像这个河间驴肉火烧也很有名，这个河间用的它就是渤海驴，但是现在啊，这俩地方用的最多的就是内蒙过来的，因为那边呢这个饲养驴成本更低一些。那保定的驴肉火烧是咋产生的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它这个地方自古是交通枢纽、交通要道，那很多来往的商队啊就拿这个驴来运货，所以说啊这儿它自古就吃驴肉的这个传统。那后来和这个火烧配在一块儿，就成了这个香喷喷的驴火啊。保定料理，在保定啊，这个好吃的驴肉火烧满大街都是，这店也很多，个人有个人的口味吧，100个人啊，他有100种看法。你看我对面有一个是这个三春，也是一个老店，为啥来这儿呢？就是他也是老店啊，关键是他家有这个馄饨，我喜欢这个馄饨。来到保定啊，一定要来直隶总督署看一看。那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是一座总督署，清代半部史。那这里啊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清代省级衙署。这个直隶啊就是河北省的这个旧称。那说白了，这儿就是河北省政务厅。那在这里头当总督的有很多，比较有名的，大家耳熟能详的，比如说李卫啊、刘墉啊，还有呢曾国藩、李鸿章，还有袁世凯。这里头啊，现在还还原了，就是清代这些官员啊办公的场景，咱进去逛一逛。直隶总督署，你看它这个牌匾啊是黑白的字儿，为啥呢？就是表示啊是黑白分明，来到这儿要分黑白，分善恶。看这里，这就是直隶省的地图。你看这个地图啊，和现在这个河北省的地图是不一样，它比河北要大。它包括啥呢？包括河北，还有北京、天津，还有河南的部分地区，还有山东的一点点，还有内蒙啊，还有这东北的部分地区。它为啥这么大呢？你看这个造型，中间就是京城，它等于说是围绕着京城一圈，它要巩固、管理好，要安全。所以说呢，不管哪一任的这个直隶总督啊，那都是皇帝那最认可的人，皇帝钦点的。这个直隶啥意思呢？就是直接隶属于天子。这是清代各朝直隶总督的任职情况。那其中啊，那任职时间最长的就是李鸿章，多少年呢？25年。那除了李鸿章，那其他这些总督啊都是几年的时间。那为啥这么短呢？就大家想一下，这个直隶这个地方啊，离京城非常的近，所以说呢，这天子啊，这皇帝也担心啊，你在这时间待久了，你的这个势力越来越大，然后对朝廷都产生了这个影响。而且啊，在全国有很多这个总督，其中这个直隶总督呢是级别最高。你比如说是云贵总督，什么湖广总督啊，那陕甘总督，这么多总督里头，那他呢是最高级别。这里就是仪门，这个仪门呢有3个门，中间是大门，还有2侧的小门。中间这个大门呢是大官走的，就级别高的官员啊，然后两边呢就是低级别的官员走的。但是今天呢，是吧？阿行，咱掏了钱了，咱买了票是吧？咱也可以走大门啊。这就是直隶总督坐的马车，你看它这个马车啊，级别很高，为啥？它这个穗儿啊是偏金色的，有点发金黄，但是呢，它不能纯金黄，这纯金黄那就是天子做的。而且你看这儿，看这里这个马车轱辘，这北方天冷，这个是干啥的？这就是防滑的，这就相当于啥啊？雪地胎。这车不错。这就是古代的暖气啊，然后这儿是烧火的地方，里头是烟道，然后一烧呢，这个整个房子啊，它就非常的热。然后这儿呢还是个炕，这里是总督读书的地方，这是个书房，这儿就是总督啊坐在火炕上，然后这儿他的门生。从书房过来呢，然后这儿是一个卧室，那儿有床，这儿还有个棋台。听说啊，以前这个曾国藩啊就特别爱下棋。曾国藩有3个爱好，一个呢就是下棋，还有一个是抽烟，第3个呢就是抽着烟下棋。
咱从直隶总督署出来呢，一定要尝一尝直隶官府菜，因为保定这儿自古是官商云集，就形成了独特的官府菜系。你离开保定啊，就吃不到了。你看我身后有家店，是个老店，叫保定会馆，这写着呢，看中国直隶官府菜，人家专卖这个的，来尝尝。这个菜单你看菜非常的多。这个直隶官府菜啊，它就是鲁菜和荠菜的一种结合，一种高规格的结合。图片做的非常的精美，你看见就馋人，就想吃。总督豆腐啊，总督豆腐，这个是咱们的特色菜，对，也是咱们冬奥会的入选菜品。这是拿鸡蛋豆腐做的，里边会放一点虾子和干贝，就像那个日本豆腐那种。对，类似于比较嫩一点。里边是啥？虾子。这回上边会撒一层虾子和干贝，它是提鲜的，鲜味儿。对，最后出锅的时候可能会放一点点醋，它是去掉这个腥味儿，还有这个腻的，解腻的。行，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锅包肘子。锅包肘子，这是咱们的起家菜，它是外脆里嫩的，是卷着小饼，类似于吃烤鸭的方法。就跟那个吃北京烤鸭一样，但是它是炸的肘子肉。对，它把肘子肉呢和这个稍微放上淀粉，因为它是肥瘦相间的嘛。因为为什么说锅包肘子有一个典故？它是咱们的起家菜，是当时在清朝时期呢，就是说咱们保定的学子呢进京赶考，因为咱们保定是北京的南大门，当时呢这个学子们呢带一些酱上走就特别的不方便，而且还容易坏。那么咱们保定的高粱厨师王老坤呢，便采用了这个，就是炸完之后呢又携带方便，而且它还会保存存放，所以说就发明了锅包肘子。然后这个锅包肘子就是美容养颜，携带方便，这是它的抢台词了。本来这我要说的知识点啊，您给说了，刚好我就不用说了。锅包肘子，然后鸡里蹦，这是鸡里蹦啊，鸡里蹦，它是鸡肉和鸡里蹦你就别说了，一会儿全给我说完了。好，点个鸡里蹦。对，然后鸡里蹦就是虾仁和那个鸡肉的，鸡肉酱香口味的。对，然后那个李鸿章烩菜，我看你们这是有好几种是吧？对，它有3款，而且口味是这个是至尊是最贵的，这个对，它里边的配料不太一样，而且就是说里边有海参、鲍鱼、鱼翅，它的口味呢是花雕口味。那这个至尊的和这个呢？这是咱们最原始的李鸿章烩菜，它是酱香口味的。那来这个原始的啊，对，这个也不便宜啊，200多是218。对，行，但是里头东西都是配料相对有点差异，因为这个下边呢会放一点咱们的白菜，解腻的。这为啥贵？都是山珍海味是吧？就是这个呢，含胶原蛋白比较高，吃了是美容养颜，然后强身健体。好家伙，怪不得是官府菜啊，吃个饭都腾云驾雾的。这李鸿章看见都说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给我保留着啊。这个官府菜啊，讲究的是啥呢？色香味形料气扬，一个一个解释啊。这个色啊，就是你看起来这个颜值啊，香，然后就是这个香味儿，然后味儿呢，就是吃起来味道，形。你看这个形状，每一个造型都特别的好看。料是啥呢？就指的里头的这些食材啊，这食材都非常的精致，都是很好的食材。器呢，就这些器皿啊，你看这些盘子啊，还有碗啊，都是白瓷，而且这个白瓷啊，特别凸显这个菜的颜值，看起来非常好。然后就是养就是营养。这2道菜呢和李鸿章有关系，那这个菜呢和曾国藩有关系，这个和状元郎有关系，那这个呢厉害了，和皇帝有关系。好家伙，这些菜啊，真的是。全是达官显贵吃的菜啊！你看这些菜的颜值啊，特别像鲁菜，因为呢，所有的官府菜啊都是在鲁菜的基础上升级而来。比如说这个做工更精细，然后食材呢更好一些。你看它这个颜色啊，就看起来全是酱味儿。为啥呢？因为当地啊产的一个面酱特别有名，叫怀茂面酱。你看这个菜啊，这菜里头都有这个怀茂面酱。先尝这个锅包肘子，你看刚炸出来，它一会儿不酥了。看外面是一个脆皮儿，里头就是肘子肉。哇，好酥，太香了。本身啊，这个肘子肉卤的就很到位，这个味道，再加上这么一炸，外酥里嫩，在这儿我能闻见浓浓的这个椒盐味儿，赶紧蘸点这个椒盐。蘸椒盐好吃。
这道菜呢是这么吃的，跟那个北京烤鸭一样，夹块这个肘子肉，蘸点这个酱，往一放，还有黄瓜条、葱丝儿，这么一卷，哎，这就是北京烤鸭的吃法啊。哇，这个酱非常的香，确实有烤鸭的那个味道。还像啥呢？还像熏肉大饼。李鸿章烩菜，这个菜那很多朋友觉得，哎，这太贵了吧？我跟你说为啥贵啊？你看里头的食材，海参、松茸、鱼肚、鹿筋儿，这还有鱼翅。但这个鱼翅啊，它是合成的，是假的。然后底下还有什么鸡肉呀这些东西。还有一个为啥贵啊？你看这鼎，这关键是啊，它自古它也没便宜过，是不是？这官府菜啊，这个菜哎让我想起来啊，佛跳墙。再来点海参，这菜啊肯定顶啊！咱先来这么一小碗试货一下啊，别一会儿吃流鼻血了。哇，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，很浓的这种酱味儿。我感觉这个白菜啊比这山珍海味都好吃，因为它把这个白菜这种味道、这种清香味还保留着，再加上这个酱味儿。这个菜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慈禧太后当年派李鸿章出使欧美，这访问这2、3个月啊，净吃西餐，那吃的吃不惯是吧？那吃够的。那回来之后，就让他的家厨就说：“你赶紧给我做点好吃的，是吧？那研究研究看啥好吃，你给我做点啥。”实在是吃这个西餐吃不惯。后来呢，这个厨师就以这种保定当地的这种烩菜的方式做了这个。不过人家里头是山珍海味，是又好吃又补，不是那种徒有虚名的菜啊。这个菜确实好吃。这道菜也和李鸿章有关系啊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家常豆腐，但是呢，你看这细细的，上面是虾子，还有这个干贝丝儿。家常豆腐加了这2个东西呢，它就是官府菜了，就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吃的。你看，再蘸点这个汁儿，不错，非常的鲜，它里头呢还有一点点的醋，有点酸酸那种感觉。豆腐也好，这个豆腐是鸡蛋豆腐，非常滑嫩。吃完李鸿章再吃曾国藩，不是，这个说完李鸿章啊，再说曾国藩。这是炒带蟹，啥意思呢？就是代替蟹，就没有蟹代替蟹。你看这个应该是鱼肉，这是鸡蛋，像不像这个螃蟹？离远了看确实像白白的螃蟹肉，还有这个红的这个螃蟹膏、螃蟹黄。这个菜我是特别的好奇啊。那来之前啊，其实我最想试试这道菜，这个鸡蛋能做出螃蟹味儿。哇，你还别说，我这闭上眼睛我一吃啊，我立马知道是鸡蛋，这确实有那么一点螃蟹味儿，它还有点酸酸那个感觉，但是呢，你还是能吃出来是鸡蛋的啊。虽然是鸡蛋，但是呢，哎，还真有点这种螃蟹这个滋味儿。为啥有螃蟹味儿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它里头有鱼肉，然后呢还有虾油，还有姜，因为吃螃蟹必须放姜。哇，真是很奇妙啊！当然啊，我听说有的店家啊，就害怕是做不出来螃蟹味儿，他给你放真螃蟹，开个玩笑啊，是味精，放味精。曾国藩啊最喜欢一个食材啊，就是螃蟹。那冬季的时候啊，这儿没螃蟹怎么办？他这个厨师就想了一招，就代替螃蟹，就拿鸡蛋、鱼肉还有虾油啊这些东西做出来，还可以。这90鸡蛋，吃完这些大臣的菜啊，哎，吃到了皇帝头上。这个菜呢和康熙皇帝有关系。这个菜名字一听啊，就感觉莫名其妙的，叫鸡里蹦。这是鸡肉，然后这是虾仁儿。这个菜呢是康熙皇帝啊，有一天来到白洋淀巡视，在这游玩。然后游玩完之后啊，他是中午要吃饭，是不是？就当地一个名厨，然后给他做菜。结果这个厨师也是第一回给皇帝做饭啊，就特别的紧张。本来是做这个炒鸡肉。炒着，然后一哆嗦，然后把旁边这个盘子里头的这个虾仁给哆嗦到锅里头去了。哎呀，这下坏了，这怎么办？那没办法，那边皇帝正急着吃呢，就索性一块炒了吧，叭就炒了。炒了之后端上桌呢，这皇帝一吃啊，哎，觉得这道菜有意思啊，这个鸡肉和虾还能放在一块，而且吃的又很好吃，就传这个厨师过来，就问他说这道菜叫啥？这个厨师啊，这一脑门子汗是吧？哎呦！你看，就跟我一样，这个厨师啊，这吓得这个筷子啊，不是，人家是铲子就掉地上了，一脑门子汗。他心里想，
哎呀，那这个菜名怎么报呢？是吧？咱第一次做这个，你总不能叫虾炒啊，或者是鸡炒吧？后来他心里想，哎，我炒制的时候，这个虾仁在这个鸡肉里头蹦来蹦去的啊，我就叫鸡里蹦。这个皇帝一听鸡里蹦，啪桌子一拍，好你一个鸡里蹦，给我拉出去斩了！哎，不是，这口误，给我再炒2份啊，我一会儿打包带走。厨师吓了一激灵，心想这皇帝说话这大喘气啊，这险些把我斩了是不是？然后把脑门子上汗摸一摸，然后给皇帝回了一句：“哎，那皇上，请问您一会儿打包是拿塑料袋呢，还是拿打包盒？拿这个打包盒呢，要收1块钱，塑料袋免费哦。”我估计啊，皇帝当时是这样的表情，站在旁边的直隶总督肯定是这样的表情，把他给我拉出去斩了。这个菜啊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这每一道菜真的都挺好吃的，不是说咱光讲一个故事，这徒有虚名啥的，味道确实棒。其实这个菜名你别听着怪，鸡里蹦，人家还有个寓意很好，就吉呢是吉祥，蹦呢就是步步高升，就是吉祥和高升取这个寓意，鸡里蹦。要说还是这官府菜讲究，你为啥？你看这些菜啊，没有一个是里头有骨头或者有刺儿的，就拿起来直接入口就吃，很讲究这个餐桌礼仪。就连这肘子你看全是纯肉，没任何骨头。来到保定品尝小吃啊，除了吃驴火，咱还要吃牛罩。哎，那啥是牛罩呢？啊，就是牛肉罩饼，也是这儿的非常有名的小吃啊。这个牛肉罩饼啊，外地朋友没吃过啊，觉得哎这是个啥饼呢？能这么好吃啊？其实啊，它不是个饼，哎，这也不对啊，它也是个饼啊，它是拿碗装的饼的，具体啥样咱来尝尝。白家罩饼，当地很有名的店啊，你看它这个价目表啊。这感觉跟买彩票似的，什么1啊、2啊、13，这啥意思啊？看见这些数字啊，这啥意思呢？这是肉还有饼，比如说1照1就是1两肉1两饼，那1照2呢是1两肉2两饼，这以此类推啊。你比如说这个3照5是3两肉是5两饼，就这个意思。有的人说，那我不想吃肉，我光想吃饼。那叫产兆。那啥叫产兆？那个产字的产，那个产兆，意思就是啊，这0两肉啊，或者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随便吃这个饼啊。以前的时候啊，还有人自己带饼来的，你光给我冒一下、照一下就行了。咱呢，咱得吃肉，咱就吃个3照2，啥意思啊？3两牛肉照2两饼。给我来个3照2。3两肉2两饼啊，3两肉2两饼，然后再来一个这个糖醋丸子，然后个鱼香肉丝，这个辣椒是1碗卖的吗，1碗5块钱。行，再来个这个辣椒 ，OK， 就这些。好。
这就是牛肉罩饼，保定大名鼎鼎的小吃啊。它为啥叫罩饼呢？这个名字乍一听有点怪啊。其实你看啊，把这个牛肉往上一盖，这叫罩。然后呢，往上浇汤，就是冒汤的时候啊，也叫罩。这当地这个词儿啊，这有点像就冒菜啊，或者是这个陕西西安的这个葫芦头泡馍，也是这样冒来冒去，就罩来罩去这个意思。3两牛肉，2两饼，你看这个饼啊，在底下浸泡在这个汤里头，吸收了很多汤的味道，上面还有一些葱。它这个饼啊，就是烙的大饼，然后切开或者是拿手撕开，往汤里一泡。哇，非常浓郁的这种牛肉汤的味道。它是个啥味儿啊？就有点像兰州牛肉面啊，你把这个面换成饼这个感觉，但是啊，它和兰州牛肉面的汤又不一样，它这个汤味道更香浓一点，而且油脂非常的大。看这个油花，上面一层厚厚的油花，这个葱上面都沾了很多油，这肉也非常的香，拿这个肉蘸点这个油。这个牛肉的味道非常像西安这个羊肉泡馍，就羊肉泡馍里头也有牛肉泡，就那个肉。这个肉切的大厚片也非常像牛肉泡馍，你看还有肥的，这个纹理。好吃。所有的食客一进店先商量要吃几兆几，或者什么1兆3呀、2兆3。哇，这个汤头非常鲜，喝点这个汤。咸鲜可口，汤非常的咸。为啥咸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吃这个饼要有味儿。为啥他用盘子来装这个罩饼，没有用碗？这就尽显专业。因为这个盘子啊，它比较浅，往上浇汤的时候，这个饼啊能充分的受热，就很均匀，这个汤都能浸泡在里边去。然后1下2下这么一浇，这个就是很专业的这种器皿啊。在保定啊，不光有官府菜和达官显贵能产生关系啊，这个小吃罩饼，和皇帝还有关系。就是嘉庆帝啊，当年路过保定的时候，然后正坐在轿子上，突然闻见香味儿，他就问啊，说何物发此香？这旁边这个官员就说，启禀万岁爷啊，是牛肉罩饼。这皇帝就很感兴趣，说，买几个咱路上吃啊。这官员就说，哎呀，你看这个饼啊，此饼非彼饼，你必须得下轿亲自吃啊，这是拿碗拿盘子盛的。嘉庆帝啊，先喝了口汤，哎呀，不错不错。唱戏唱的是腔，厨师啊那玩的是汤，不错不错，好吃好吃。来到保定啊，你吃啥小吃离不开这炸辣椒，是当地的特色。芝麻炸的胡辣椒非常非常的香，辣椒就像是佐料一样。它这个不仅仅是这么一炸啊，里边还有调料。这还挺辣。吃罩饼咱还配了俩菜，一个糖醋丸子，一个是鱼香肉丝。我一说这个鱼香肉丝啊，那很多朋友就感觉奇怪了，这头一回见这样的鱼香肉丝。这叫保定素颜版鱼香肉丝，这个颜色就看起来很清淡。这个肉丝儿切的非常的细，还有胡萝卜丝儿这个还有葱丝儿。这个肉呢，它是牛肉，人家是清真馆子啊。这是我见过最细的鱼香肉丝，这刀工可以啊。素颜版鱼香肉丝，哇！你别看是素颜版啊，但吃起来真的是鱼香肉丝那个味儿，而且还勾了黏黏的汁儿，这个糖醋味儿特别的过瘾，这绝对是一个下饭菜。哇！保定鱼香肉丝啊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好吃。这糖醋丸子颜值也很高，你看黏黏的这个汁儿，多裹点这个汁儿。我的丸子好吃。里边有一点点肉末。